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法价值 Kevin。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要创造股息股的被动收入，难道我们就不适合投资美股吗？因为美股要被扣30%的股息税啊，这是非常的多。以及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去创造越领越多的股息收入哦。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对各位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是想要学到更多的投资知识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我会在那边分享更多的投资知识，相对各位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我们投资美股是真的都要被扣30%的股息税吗？因为30%的股息税是真的蛮多的啦。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 W8 表格。如果你投资美股的话，你是用美国券商，你会填写一个表格叫做 W8 表格。那这表格呢，主要是证明说，你不是美国人，你不适用美国的税率。那为什么一定要填这个表格呢？我们等一下都做介绍哦。那这个表格呢，它是每隔3年都要重新填一次。OK，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外国投资人一定要填 W8 表格？如果你没有填 W8 表格，他会把你认为你是美国公民，这时候呢，你就要被课资本利得跟股利这2个都要被课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哈，那在资本利得这边啊，如果你是外国人去投资美股的话，是不用被课税，但是美国人是要被课税的。那在股息的部分的话呢，外国人啊跟美国人都要被课30%的股息税。所以这边各位有没有看到？如果我们是美国人的话，我们要被课更多的税哦。所以说我们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填 W8 表格嘛。再来就是我们外国人去投资美股，比美国人去投资美股优势还要更大啊。那就有美国朋友就跟我讲说，你们投资优势都比我们大，为什么你们台湾人不来投资美股？他们是蛮问号的啦。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是真的全部的美股都要被课30%的股息税吗？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叫做德勤。这个德勤呢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会计事务所，那它每年都会制造一个表格，这表格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我们外国投资人去投资美股的话，我们要被课多少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这表格的部分，我们先看一下左边的部分。那左边的部分，各位看到很多 A 开头的，那 A 开头的国家啦，那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企业是在这些国家注册的话，并且在美股上市，你就要被课右边这个股息税。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外国企业在美股上市都要被课30%的股息税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表格，这表格更明显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左边就是上市企业的注册地，那右边的话呢就是股息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的部分。新加坡的公司在美股上市的话呢是不用被课税，台湾的公司呢在美股上市被课21%，英国的公司呢在美股上市也不用被课税，中国的部分的话呢则是课10%。那这个上市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是台积电，台积电它的注册地就在台湾，但是呢，它股票上市是不止在台湾上市的，它有在台湾，有在美国，有在伦敦，还有在法兰克，有4个地方上市。所以说一个企业它的注册地只有一个注册地，但是它可以在很多地方上市。那为什么他们要在那么多地方上市当然就是为了要融资嘛，对不对？你股票上市可以融资啊，所以说呢，好的企业啊，它就在很多国家上市。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 ADR。 什么叫做 ADR？ADR 就是美国存托凭证，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些外国企业在注册在外国的企业，你在美股上市的话呢，你都叫做 ADR。所以我们的台积电呢也叫做 ADR。那我这张图呢就是这些公司呢都是外国企业在美股上市。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有这么多公司是外国企业然后在美股上市，那他们的税率呢就不一定要被扣30%的股息税。那 Kevin 这边有做一些调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国家它在美股上市的话呢，它都是不用被课30%的股息税。当然还有更多啦，有些是被扣20%或是25%都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百慕达跟开曼群岛、巴西、香港、新加坡、英国这些公司在美股上市的话呢，都不用被课股息税。然后阿根廷的话呢是13%，荷兰15%，那卢森堡的话呢则是0到15%，那中国的部分的话呢只是10%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美股上市都要被课30%的股息税，要看这些注册地的国家跟美国他们之间的税务的关系而且这些国家上市的公司并不是都是烂公司可以看一下这边嘛，阿里巴巴嘛，台积电嘛，还有什么艾斯摩尔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企业如果到这边还是有人认为说
还是有些企业是注册在美国，然后它要被课股息税，很烦恼。那这边 Kevin 推荐几个方法，好让大家可以不用这么的烦恼。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投资新创企业，因为新创企业呢，它基本上尚未稳定获利，那这种企业呢，基本上就不会配发股息，所以你不会被课到股息税。当然了，这种企业风险是蛮高的啦。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投资科技公司，它注重在研发和抢占市场的阶段。那这种时段呢，基本上科技公司它也不会配发股息。第三种就是你可以投资用股票回购来回馈股东的企业。那这种企业呢，就像是巴菲特的公司啊。那什么叫做股票回购？股票回购就是企业买回在外流通的股数。那在外流通股数越少的话呢，每一个股东他所分到的权益就会越高。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会造成股价越来越高。OK， 那第四种叫做低配息，然后高股息成长率，再加上股票回购的公司，这种公司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这的话我会举例啊。那第五种就是你就投资烂公司嘛，这种公司的话呢也是没有股息税啊。当然我不希望各位去投资第五种公司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公司哦。第一个公司叫做新创企业，并且它尚未稳定获利。那我这边举例就是特斯拉。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它从2011年到2019年，它都没有赚钱，它直到2020年才开始赚钱。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在外流通股数，反而还越来越多。这代表什么？代表说公司不仅没有给股东配发股息，它还持续的稀释股东的股权，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股价表现，它只有在它开始赚钱的时候呢，它的股价表现才开始变得比较好。那当然也是因为说，大家会认为说，特斯拉它的未来的愿景很好啊，所以就是给它一个比较高的估值，那它的波动的话也是比较高的。好，所以说如果你要投这种新创企业的话呢，各位是要注意一下的。第二种就是科技公司，它在注重研发或是抢占市场的阶段，那它基本上也不会配发股息。那我这边看到的就是 Google， 好，我们看到 Google 它就是没有配发股息，并且它的在外流通股数呢也是有持续增加的一个情况。那 Google 它的股价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优异哦。那第三种就是用股票回扣去回馈股东的企业，那这个就是 BRKB， 就是波克夏巴菲特公司。我们会看到它的 EPS 啊是从一开始2011年的4块钱美金，到现在呢是40块钱美金 ，EPS 成长了10倍啊。所以说巴菲特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然后在外流通股数的部分也是持续的下降，就代表说巴菲特他有持续去购买他们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的 BRKA， 也就是他最原始的股票他的股票啊 BRKA 现在一股是42万美金，42万美金就是大概是1200万台币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好，那第四个就是我们选择低配息，然后高股息成长率，并且它有股票回购公司，这种公司啊我是最推荐的。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叫做 Visa。那 Visa 这家公司啊，它不仅盈余是持续增长 ，EPS 啊从原本的 1.29 变成 4.84， 然后呢它的股息啊从原本的 0.15 变成现在多少 1.24， 成长了8倍啊，非常的夸张，10年成长8倍。然后在外流通股数呢，原本的28亿，然后变成现在的22亿，代表说这家公司怎样？这家公司回馈股东的方式不只是发放股息，它还进行股票回购。那各位想想看，这种公司它的股价表现会怎样？非常的夸张啊，可以说是一条线直接一直往上冲啊！它在10年的时间啊，整整翻了大概20几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那第五种就是烂公司啊。如果各位真的完全上面的都不想投资，然后又不想被扣股息税的话，就只能投资烂公司了。那烂公司的话，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叫做 GNE 啊。我们会看到 GNE 它的一个股息啊是很差，根本就没有在配发股息的。然后呢，它的 EPS 还是非常的差。那这种公司啊，就是烂公司，烂公司，无疑的烂公司哦。然后，但是它股价表现为什么会这么优异？你看它从2020年4块钱美金到现在竟然是160块美金，涨了40倍，为什么会这样？那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美股在2020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件大事情，这件事情叫做散户大战基金公司，就是小虾米大战大金鱼啊。那这个故事啊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它现在的股价表现已经不是反映出公司的净值了，它是反映出两个势力在对抗的那个结果啊。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话，我可以在下方留言想要了解，那我会找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各位你投资的时候你是怎么判断一家公司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呢？好，那我们先做一下上半部的总结。上半部的总结就是我们投资美股的话，并不是每一家企业我们都要被扣 30% 的股息税，要看这些企业它的注册地在哪里。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国家的注册地，它是不需要被扣到 30% 的股息税哦。如果下次你要遇到一个人跟你讲说不要投资美股啊，你要被扣 30% 股息税，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你知道德勤会计事务所吗？他们有列出一个表格，这个表格上面有写这些国家有非常多的国家是不需要被课 30% 的股息税的这时候你的财务知识就比其他人再高一层了。OK，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创造越来越多的股息收入。首先，我想先了解一下，你们在投资当中，你们想要当乌龟，还是你们想要当兔子？乌龟的部分的话，就是你一开始比较落后，但是呢，你会平稳的慢慢的往上增长。兔子的部分的话，就是你一开始领先非常多，但是呢，你的获利是非常波动的。好，你想要哪一个？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现在有2个标的，一个叫做 A 标的，一个叫做 B 标的。你现在本金有1万块美金。A 标的呢是殖利率 4%，B 标的的话呢是殖利率 5%。然后呢 ，A 标的呢它是美股上市公司，所以说呢它要被课 30% 的股息税，所以呢它的殖利率只有 2.8%， 第一年。那 B 公司的话呢则是 5%。OK， 好，那这2家公司的话呢，你会想要投资哪家公司？好，那 A 公司呢，它除了被扣 30% 的股息税之外，它有个特别，那就是呢它股息会持续增长，就是每年大概增长 5% 的股息。那 B 公司呢，它也很特别，它就波动非常高，它股息有时候 5%， 有时候 7.5%， 有时候 5%， 有时候 7.5%。好，那这2家公司，你会想要投资哪一家公司？如果你们投资年限是10年的话，那如果是30年呢？那如果是你们要投资一辈子的话呢？你们会想要投资哪一家公司？好，那接下来 Kevin 想要了解一下你想要活得越老，然后越赚钱吗？就像是一些老人啊，他们就是钱很多啊，然后可以在公园打太极啊、下象棋啊，或者是你们去做一些瑜伽运动啊，都非常好。你们想要这种生活吗？那 Kevin 做投资啊，就是希望说我退休的时候，我的股息收入可以越来越多，我的购买能力不会因为我退休的时候就下降了。那各位希望有这种退休生活吗？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在前5年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兔子的股息完全遥遥领先乌龟的股息，并且在总资产的部分，在10年总资产的部分，兔子的总资产好像是跟乌龟相比啊，是越差越多的。这样感觉好像投资乌龟就不是一件非常聪明的选择，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边如果我们把股息拉到30年，我们拉到30年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在14年的时候，乌龟的股息就超越了兔子的股息，并且在后面乌龟的股息是兔子完全无法追上的。乌龟的股息是越发越多。那各位，你们希望你们的被动收入是越来越多吗？那如果你们希望你们被动收入是越来越多的话，那你们投资就不能只看前面这14年，因为前面这14年是兔子比较强。但是如果你们是拉到更长远的时间，拉到30年，拉到一辈子，那你们的股息就是乌龟的股息会完全超越兔子的股息。那在总资产的部分就更明显了，我们会看到乌龟它的总资产大概在21年的时候就正式超越了兔子的总资产，并且如果你持有50年的话，乌龟的总资产就是兔子的总资产的5倍。所以说你只要投资乌龟这种标的，你的股息不仅越来越多，你的购买能力没有下降，而且你的总资产也会越来越多。那各位，你们可以思考看看，你们想要投资10年、20年，还是你们想要投资一辈子，然后让股息养你们的退休生活呢？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自我评量自我评量的部分，第一题，你希望你的股息收入像乌龟还是像兔子呢？像 A 还是像 B？ 好，那第二题，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创造越领越多的股息收入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我要越来越多的股息收入。那 Kevin 会将如何去创造越来越多股息收入的资源分享给各位，我相信对各位也会非常的有帮助。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我相信在荧幕前面的各位应该已经非常的了解，并不是所有美股上市的公司都要被扣 30% 的股息税。如果下次有人再跟你讲说美股上市的公司就要被扣 30% 的股息税，你就可以拿德勤的表格来反驳他。以及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非常的认同，如果你们要创造一个退休后的被动收入，你们注重的不再是现在的殖利率，而是这个标的它的股息成长率。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各位认为今天影片有帮助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是不随色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